混沌劫现，神界将崩，唯混沌主神以身应劫，方解众生之难。混账！糟老头子，你让上古千辛万苦练成混沌之力，继承主神之位，难道就是为了让他替你的苍生去赴死吗？在你眼中，他难道就是一个祭品吗？师尊，慎言啊！紫玉鞭！呀！师尊！师尊！师尊！本尊才不怕！今天你有本事降下神罚杀了我呀！滚开！师尊，师尊，师尊。我一定要阻止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绝不会让上古继承主神之位。千年前我便没能护好他，这次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再让他受到半点伤害。就算是你，也不行。继承神位后，他就要代替苍生去死。天启，这就是你的苦衷。原来这就是你宁会苍生也要护住的秘密。天启，我说过，有朝一日你得知真相，定会后悔。若非你让他早日成为主神，他怎会混沌神力大成，成为拯救苍生的棋子？我又怎会被逼得灭世？你以为你护下了他，可真相呢？真相是你一步一步把他逼进了他的命运里，让他走向万劫不复之地。是你亲手害死了他。不会的，混沌之劫一定有化解之法，一定不是只有他以身应劫才能化解。化解之法，我不是已经找到了吗？以3界生灵训示，混沌之劫可解。可是你呢？你却亲手把它给毁了。不是这种办法，以亿万生灵救他一人，绝非上古所愿。那你还有什么办法？一定有别的办法。给我点时间，100年，不，10年，我一定有办法，我一定能找到救他的办法。来不及了，还有2日，便是混沌之劫。这一切早已注定。待混沌之劫降临，世间灵力消散，诸神黄昏，除了他死，无法可解。原来是我亲手害了他。
混沌之劫降临，快去禀报神尊。是。神尊，众人皆知，天地之间每隔18万年便降一次劫难，唯有主神可化解。而如今石碑的意思是，要上古神尊散尽元神救世。一派胡言，绝无可能！立刻封闭乾坤台，不许任何人出入。神尊封得了乾坤台，却封不了神界的悠悠众口。祖神训示从无虚言，既言劫难，必有劫难。若此时上古神尊还不出面，莫非要等到神界将崩之时？就算神界将崩，上有我师尊和2位真神顶着，几时轮到你多言？笑话！神界乃诸神之神界，怎会是你朝圣殿一言之堂？至阳神尊，诸神君在上，小神目光以为，劫难一时未至，诸神应各司其职，守一时之责。至于化劫之事，自有真神论断。我等不可因为这一句事情，而在此乱了阵脚。报！禀报至阳真神，青铜界门处混沌之劫正在扩散，青铜桥正在坍塌，只怕不出12个时辰，整个神界都要坍塌。混沌之力溃散，莫非这就是混沌之劫？混沌之劫，我师尊乃混沌主神，若他散尽元神，苍生何安？混沌之劫即将降临，我神界将要遭遇大难。还请至阳神尊，请主神出殿，为苍生决断。请主神出殿，为苍生决断。你们看，神光断了，上古神尊没有炼化主神令语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这怎么办？这怎么了？雷神，上古神尊定是知道自己要应劫，所以逃出了神界。胡说八道！我师尊岂是这种人？那他人呢？他降下谕令继承神位，恰在此时停止炼化令语。若非逃走，住口！本尊一定会将上古带回来，给众神一个交代。但是，一切未查明之前，本尊不想听到有任何对混沌主神的污蔑之言，否则除去神格，逐出神界。还请至阳神尊恕罪，雪莹也是一时情急，所以才敢妄言。目光，小神在。你持本尊的日月戟，与众神一起，共抗混沌之劫。若有违叛者，以叛神之罪论处。12个时辰之内，本尊定会给众神一个交代。是，神尊。日日在神界布星，来了天界，还带我来看这方星辰，不倦吗？本尊还以为，只要是和本尊一块看星星，不管在哪里，你都会喜欢。这方星辰，你还记得吗？这是当年在乾坤台，我们看的是同一方星辰。那为何今日要来看这方星辰？我以为你应该会怀念那一夜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今天这么会说话？你是不是别人幻化的？也不是不可能。你想知道是不是真的，一试便知。什么事啊？瞭望山蓝海城酒楼，你从未提起，我也从未问过。等下一世晨曦，伤心再相遇，毫不犹豫，银河里陪你许愿心。如此行事便可。刚才那套动作还记得吧？彼此感应，
心，三言两语。若如此冷血，若如此内心，愿意随心。你做什么？一定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，我不能再莫名失去任何人了。混沌结现，神界将崩。为混沌主神以身应劫，放解众生之难。不要，圣光，我求你不要。我这一生从未有所求，唯有一愿，便是要求今日陪我赴约的，是当年在我长元殿中修行的上古，而不是明日的混沌主神。这是我作为主神的责任，我要保护天下苍生，这是你教我的。我不要你这么做，你不要做。这已经都过去半日了，这阳神尊怎么还不回来？方才我去长元殿请白绝神尊，神尊竟也不知所踪。这几位神尊该不会是见势不妙，丢下我们逃了吧？胡说八道！当年神魔大战，我神界几近毁灭，至阳和白绝神尊身先士卒，何曾弃我神界于不顾？你这灾神若再妄言，休怪本君不客气。我就是说说罢了。天劫才刚开始，便有如此威力，神界要毁了！怎么办？神尊还没回来，我们现在该如何是好？不是！大家齐心合力，一起抵挡！神尊，目光，你做得很好。神尊，可有主神和白绝神尊的消息？别担心，他们会回来的。至阳神尊，小殿下和白绝神尊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再不回来，神界就要没了！住口！
上古，怎么是你？白绝呢？千年前你们保护我，千年后亦是如此。之阳，我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上古了。自祖神开天辟地以来，神界已有数十万年光景，所历劫难又岂是这一场混沌之劫？你们的过去我不曾参与，现在我们要一起面对，就当这是上天对我继承混沌主神的第一次考验吧。师尊这是要炼化主神灵域。上古，上古！师尊，神界劫难向来是众神一起面对，从未将责任赋予一人。请您不要因为祖神一句训示，便要以身赴死啊！古君说的对，如今神界遭此大劫，我们应该齐心协力，共度混沌之劫。感谢众神，本尊的命是命，苍生的命也是命。天命如此，我确实不服。但若今日非要以一人之命换取这苍生的太平，那没有人比我更合适。我将再次炼化主神令域，消弭这混沌之劫。师尊不可！你刚才不是说我们要一起面对吗？我是混沌主神，为苍生是我的职责。若是今时今日，你站在我这个位置，你将如何抉择？上古，你真的长大了。众神听令，为主神护法。前卫，四将擒。坤位，风云动。魔尊，上古正在乾坤台炼化主神炼狱，相信不多时便会大成。本尊等了7万年，终于等到了今天。当年擎天老儿将混沌之劫即将降临之时告诉本尊，他竟要我以身应劫，救下整个神界。可放眼整个神界，本尊凭什么为他们而死？然而擎天竟因为此事觉得本尊不适合做三界之主的位置。那本尊倒要看一看，那些道貌岸然之人应当如何选择。
放心，我会做一个合格的主神，保护神界平和安宁。上古，白绝神尊，白绝，白绝神尊，你不能替他去死！不行，叶天楚。 勾结魔族，回头再跟你算账。神尊，你快走吧，我不想看着你们一个个为了我本该有的命数，无辜的为我丧。
都什么时候了，白绝还不起床？不是说好要教我法术的吗？整日说我偷懒，想不到白绝神尊才是真正的偷懒。你若再不醒来，我定要将此事传遍神界。上官，哦不，传遍3界。众魔期盼已久，恭迎魔神降世。7万年了，我世事谋划，终于得偿所愿。魔尊明鉴，若不是当日早于众神勘破混沌之劫的秘辛，那今日为神界牺牲的便是魔尊了。为神界？笑话！本尊连祖神都不放在眼里，凭什么为神界而亡？本尊虽然背负九幽，被困此地，但这皆是本尊的计划。本尊的敌人不是他们，而是这天命。只要混沌之劫没有消弭，谁做主神，不过是作茧自缚。不知我神界那些故人，可还记得本尊？至阳神尊，白绝可否醒了？我家神尊他不允许任何人进出，还说要关闭长元殿。也罢，我去同他讲。这眉眼与上古颇为神似，上古的离去，神界无人不伤心。可我们是真神，还肩负着世间的责任。我知道，自从你教上古开始，你唯一挂心的就是他。如今却眼睁睁地看着他消失在眼前，别说是你，就连我也很难放下。想起来也是心痛。我最想要的不过是护他平安，但我却把他推向了万劫不复的境地。最近，我常常想起了一些往事。我、你，还有天启。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年轻，祖神让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。虽然参不透其中的含义，也悟不出此间的道理。糊里糊涂的，但是很开心。你若执意避世，我就再也不劝了。有件事情我已经查明了，灭天楚是墨雨交给雪莹的，想必混沌之劫，魔族已提前知晓。神界兵将尚未从灭世一役中休整过来，又遭遇了混沌之劫。若是悬以此事来攻，天下必将生灵涂炭。那么上古的死就白费了。玄一，你还记得瞭望山我对你说过一个猜想吗？若玄一早就知道混沌主神的宿命是化天地劫难，他会顺应天命吗？
这就是玄熠斗谋的原因。他为了让上古替他挡混沌之劫，甘愿忍受了7万年的困顿。白绝，你心心念念的这位小主神，你是教不了他的。不如你将他交给我吧，不出1000年，定还你一个混沌主神。本尊的提议，于你于我，于3界众生都有好处。如果真如你我般猜测，那么上古的死，同玄熠脱不了干系。神尊，神尊，出什么事了？伤成这样！回神尊，玄熠已率魔族打破9幽结界，守卫诸人除却我一个，再无活口。是青铜桥，魔族攻来了。神尊命我们离开神界，前往天界稳住局面，以防不测。以防不测。神尊的言辞甚是悲观，与魔族这一战，恐怕是凶多吉少。若不是天启灭世，妖族反攻，我神界怎会落得如此下场？这笔账，我迟早要同妖族讨回来。神尊以身赴死，才换来神界的平稳。我绝不允许魔族来破坏。你别走。孤君，神尊之令，一定有他的道理，我们不能一时冲动。可是神界，我知道，我们都不是贪生怕死之徒，但如果万一，孤君，我们要听神尊之令。玄熠选择此时出兵，想必是贪得我们神界势退。你元神大伤，我修为有损，那又怎样？我今日就让他血债血偿。本尊等了7万年，终于等到了今天。你们2个人倒真是大义啊！为了保全这神界，连个灵力高深的神君都没有带来。少废话！你处心积虑筹谋了7万年，早就知道混沌之劫，故意让上古替你去赴死，这笔账绝不会放过你。是又怎样？这神力皆是本尊日夜苦修炼成，凭什么让我代替整个神界去死？难道我玄熠的性命比其他诸天神奇轻贱不成？同为混沌主神，你与上古相比，简直是蝼蚁，是瓦泥。这一战若败，神界必将倾覆。众神兵，在，守护神界。是。不好，神界定发生战事了。那神光像是白绝神尊，而那黑色力量，平上神，速去神界剑门抵挡，魔族来袭！魔族，糟了！几万年不见，竟还是只有这么点本事。我看你们2个就别再守着神界了。
不如将这3界一并交付于我。本尊已忍了7万年，今日便让你们看看何为神，何为魔。诸神听命，速速离开！神界有难，我等不会袖手旁观。自上古神尊去后，诸神感怀，若天地间真有混沌之劫，也应是所有为神的劫。同理，佛祖来犯，我们一同应战。这一次，我们不会离开。诸神听令，起法战！不尊。竟以本源之力冰封，必是元神破碎的下场。此生遇到神尊，血盈无悔。不可能！本尊熬过了混沌之劫，破坏了天地法则，本尊绝不会输。结合了众神之力，却不过只有这点手段。今天本尊就让你看看，他是怎么一点一点消失的。本尊要让这世间再无半尊神奇。
神尊在上，属下统管三界雷电之力，今日绝不允许这魔族鼠辈为祸三界。我乃掌管三界灾难之神，今日我便用元神助神尊一战。拜见神尊，属下乃统管三界雨季之神，也愿以元神助。苍生太重，没有选择。白绝，这三界我就托付给你了。我答应过上古，要替他护下神界，我做到了。师父说过，天上的星星都是神仙。你瞧，今夜的星星这样多，莫不是神仙在打架吧？你我将来也会变成星星吗？师父说过，只要刻苦修炼，我们就能成仙。师父还说要带我们去人间界玩呢，什么时候作树过？你们看，那颗星星多亮！哇！曾听父神说起，仙界之上，原还有神界，名曰上古界。可惜6万年前混沌之劫降临，在那场浩劫中，上古之神几乎毁灭殆尽，而主神遗留的混沌之力，令人间界运化而成，代替被剿灭的魔界和仙界、妖界，成为新的三界。新三界本该友好共处，却因过往妖神灭世的因由，令仙妖两族纷争不息，足足延绵了6万年。如今已经道不清孰是孰非，孰正孰邪。妖界只有妖皇森简一位半神，而当今仙界却有4位上神，头3位皆是上古遗留之神。可这第4位上神的由来，还得从一场名震天界的婚事讲起。
天宫岂能如此铺张？这得耗费多少灵珠啊！这天君是继承金龙血脉的目光上神，天后是凤族族长无患上神，铺张一点是正常的。青池宫那位古君上神可是请了？当年至阳真神将仙界交给3位上神的时候，并没有指定谁来做主。青池宫与天宫本身就是分庭抗礼，更何况这成婚合离各有缘法，只是以古君上神的脾气，这事儿能善了吗？走吧。你说他会来吗？我在请柬里面言辞诚恳，希望古君可以不计前嫌。但愿吧。今日是我们大婚之日，不要再提他了。天地为证，众仙共鉴，帝后同体，3界咸宁。恭迎古君上神。都起来吧。古君，你来了。灵娟。啊，小仙在，不知上神所为何事？此乃我与天后之女，名唤后池。天后竟，即便上神，也逃不过情这一次。这最可怜的，莫过于淡中之子。你司职万物命格，来替本君算算，我的女儿是何命格？这就不必了吧？怎么，我的女儿不配你来测？啊，小仙不敢。回陛下，回神君，小神君乃上神命格。天后可有异议？那天君呢？好。今日众仙为证，吾女后池位居上神之位，日月同之，天地为鉴。恭贺后池上神。
我破壳花了4万年，筑基已有2万年，修炼了6万年，为何还是个不入流的下限？啊，是小殿下修炼回来了。小殿下辛苦了。博贤上君常说，修炼这事儿不打紧，小殿下开心就好。一切啊，都看缘分。今日和昨日一样，没有半点长进。我的缘分什么时候才可以到来啊？瞧你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要不，我同凤然长座说说，今日就不考你灵力了。不用，当初是我求凤然督学的，横竖不就是一顿罚吗？我早就习惯了，所有都是我一人之事。我现在就去寻凤然，早点考完，早点被骂，我好早点睡觉。哎呀，无须，你快看，祁连山的结界竟然开了！好浓郁的灵泉，都说青池宫的灵泉乃3界圣品，传言果然不虚。可我看这天色不早了，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，别耽误了圣君的大事。急什么？东华老上君的寿宴还有几日呢？咱们要是喝上了这么浓郁的灵泉，功力肯定能长1000年。你就一点都不动心？怕什么？青池宫早就已经破败不堪了，咱们悄悄地进去取了便出来，谁又能发现？可如今掌管青池宫的是凤然上君，他跟咱们紫金府可是有旧仇啊。那又如何？咱们紫元仙君乃天宫第一得意之人，凤然就算遇上了咱们，也得绕道走才是。看。皓池，我今日可把丑话说在前面。你本来前几日就要考校，你跟我说你法术还没有练熟，连拖了3天。你要是今日再不合格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自然自然，大不了就被你骂一顿，我早就习惯了。皓池，静物诀。成了，成了，成了，太好了！小殿下，成了！小殿下终于练成了！小殿下，你终于练成了！不错，再来一个运物术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那招我没试过。你试一试不就知道了。聚拢灵力，运用此物。太好了！不错，小殿下，你终于做到了。对啊，这万年来你总算是没有白费。等明日我再教你更厉害的法术。小殿下，听见了吗？凤然可从不骗人的，连他都夸您修炼的好，可见您这灵力是真正的长进了。是啊是啊，竟然练成了！我修炼这么多年，为何就偏偏这一次练成了？是紫金府的寿礼啊！这火珊瑚竟比东海龙宫藏着的还要精致。
景阳待他这个恩人不薄啊，区区一个下界散仙，不出万年便成为天宫的一府上君，瞭望山上的座上客。可那紫渊也欺人太甚了，当年背后偷袭重伤于你，而今又纵容门下仙童随意出入青池宫。这瞭望山大泽府的东华上君的寿宴，给咱们也送来了请帖。上君，这东华上君是仙族重臣，此番天宫大寿，定是有人要到的。不如咱们借此机会，当面告紫渊一状。不可，紫渊这些年在天宫地位水涨船高，跋扈已久。若将此事告发于天宫，定会有损青池宫颜面。可咱们青池宫和那天宫也是平起平坐的呀。就算古君上神不在，小神君也是上神。这天宫再势大，总不能不给小神君面子吧？长雀，家业他们不知道也就罢了，你怎么也跟着胡闹起来？方才难道你没瞧见吗？可你说他仙力进步，原来是假的。长雀，你知道这1个月我瞧见了什么吗？从那日后，我一连10日去灵泉，日日见到他从日落练到天明。长雀，你我相伴他数万年，可却从未真正读懂过他。竟然练成了！我修炼这么多年，为何就偏偏这一次练成了？该不会是因为在灵泉那边修炼起了什么功效吧？若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是不是我可以和博玄一起云游四海，历练渡劫？后持他生来灵脉尽闭，神君花了4万年方助他破壳。他体弱多病，灵脉不稳，被生母所不喜，3界禁制。可后持为了青池宫的颜面，这2万年极少出宫。这样的他，瞧着着实让人心疼。长雀，你就不能学几个笑话，逗逗他开心吗？你就别为难我了。自从博轩上君走后，这古君上神便常常以给小神君采药为由，行踪不定。这青池宫的灵气也大不如从前，山下的仙门洞府都走了好几个了。神君他总有一天会回来的。当初我被仙妖2界所不容，是古君上神收留了我。现在他不在一日，我便要护后持一日。长座，滴水恩，涌泉报。那这大泽府的寿宴，咱们还去不去？罢了，退了便是。青池宫与天宫不相为谋，以后都是如此。是。你快点儿。你确定紫元仙君的火珊瑚掉了此处？确定，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？若不是你贪离这青池宫的灵泉，我们也不至于犯这般大错啊！嘘，你小声些，小心再把青池宫的人招来。你们是何人？为何在我青池宫的后山？原来是个仙娥。本君乃紫金府紫元仙君座下弟子，途经祁连山，口渴，进来饮几口清泉。说得到吗，安然？此处有我青池宫的结界，你们是如何闯进来的？小心我告诉本宫的长座凤染上君。什么结界啊？人人皆知青池宫乃天界1等荒凉之地，
平日里就算严请本君，本君也懒得过来。你说会不会是他拿走了火山湖啊？是不是你偷走了紫元仙君的火山湖？什么火山湖？看来不让你吃点苦头，你是不肯说了。博轩，皓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紫金府的人，好大的胆子，敢擅闯我们青池宫！是那只凤凰，快走！想走？凤然，你别去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而且他们也没伤着我。你没事就好。东华上君的寿宴请帖呢？在小仙这儿。上君，可是改变主意了？紫元如我也就罢了，他坐下这人竟敢伤后池，这都欺负上门了，让我如何能忍？东华寿宴上，我必定让他好看。可那紫金府一向和天宫交好，若是天宫偏心相帮于紫金府的话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常去准备好东华大泽府的寿礼。是。上君，那大泽府的请帖上严请的是神君，若是您持着他的名帖前去，岂不是正好落了紫园内司的画饼？青池宫又不是只有一位神君，本君去不了，自然有人能去。上君是想让小殿下？若遇到危险时，将自身仙力注入此物，它能够瞬间提高你的修为。虽然时间较短，但足够脱离危险了。少用为好，有损神识。小殿下，想什么呢？这么专注？你找我做什么呀？再过几日呢，就是东华的7万岁大寿了。他那徒弟给咱们青池宫送了帖子，说让我们去参加他的寿宴。我们要不去瞭望山走一趟？瞭望山？啊？不去。我虽无上神之实，可也是神君品阶。他一个仙君做寿，我去做什么呀？东华可是瞭望山之主，论在仙界的地位，只在天地之下。我们若不去，岂不是让旁人说我们青池宫托大？算起来和我是同辈，他也算是资格上老。这样吧，你跟长雀走一趟，由你亲自去瞭望山祝寿，也算给东华脸面了。不成的，这帖子是给你和古君上神的，我和长雀只是个上君，怎么能拿着上神的帖子去呢？我去不了了，我也想去，但是我每日都要修行博玄留下来的仙法古籍，这一趟远门出下来，我的灵力修炼定会耽误了。下次你考我的时候，我定又过不了关。你这灵力已经是垫底了，还怕什么耽误呀？我这仙姬可是一日修行都缺不了的。你也瞧见了，我成功的修成了运物之术。那哪是你修的，分明是我在。分明是你什么？是你暗中相助，所以我便成功的使用了运物术。你知道啦？想必你是瞧见了我的修行之事，又怕我考校失败没了心性，这才专程演了一出戏给我吧。这你都知道呀？皓齿，你这玲珑心思究竟是怎么长的？莫不是修不出什么灵力，就到脑子里去了吧？夫人，我也想去，可是父神离开前曾有言在先，我若修不成上仙的实力，不许我轻易出青池宫的。这你放心，既然古君上神任命了我做青池宫掌座，你去趟寿宴，我还是做得了主的。那他来日要是知道了呢？自然是我一力承担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好。不是，皓齿这神色，倒像是后山的狐狸。皓齿啊，皓齿啊！